各位小情人大各位老铁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毛牌不齐。之前呢，咱们有分享过来自于 BroToys 出品的战神那款产品啊。今天呢，咱们来继续分享一下，还是 BroToys 的新品，也是游戏的非常知名的人物瓦里安·乌瑞恩。瓦王啊，这个玩过魔兽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啊，就不多去介绍了。这款产品拿到之后，看一看具体的素质到底如何。产品的外包装部分呢，可以看到是一个很联盟的这个深蓝色啊，包括正前方狮子的徽章，以及上方写作暴风之王，读作瓦王的这样一个产品名称啊，就没什么太多说的，咱们直接拆。这裹得挺严实啊。之前 BroToys 出品的那个奎爷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浑身上下那身甲胄表面的细节刻画，这款瓦王呢其实也不例外，可以看到非常多丰富的金色雕花的展示，而且这个细致程度还是比较棒的。两侧的肩甲凶猛的兽头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强，而且铠甲表面所营造的那种铸铁感呢，或者做旧的效果，在我看来都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涂装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再一个令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在这个铠甲边缘处呢，是采用了真实的这种植绒的方式，这个摸起来也是毛茸茸的质感啊，看起来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如果是采用那种类似于乳白色、灰白色的那种胶来做一个这个铠甲边缘的毛绒的话，那实际的质感肯定不如真实材质来的自然啊。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这个腰部的蓝色的这个布艺结构显得太过于湛蓝，太 Windows 就是太新太蓝了啊！和它这一身甲一比的话，这个视觉看上去，如果说把颜色做得再重一些，或者再做更多的做旧效果的话，会更好。但是包括腰部以及斗篷的布艺材质都是有加入铁丝的，所以你可以自然的给它凹出一些随风飘动舞动的造型。斗篷的颜色就蛮好的。不仅仅是铠甲部分的表现啊，上身之后，包括整个身材体型上和先前那款奎爷对比的话，还是有很大很明显的提升的。这款的话就是非常壮硕美型的感觉。纯九头身，把宽度也算上一起了。但是它就魔兽这些装备啊，或者人物身形都是会比较夸张一些的。同样叫做人类，但是我觉得和现实中人类并非一个物种。而且在铠甲的穿戴逻辑上，本次产品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的。两侧的肩甲是用橡皮筋进行连接，也做出了一定的限位，你稍稍用力的话才能拔下，既保证了一个本身产品的稳定性，又能照顾造型。包括像这个斗篷的部分，也是采用了一个很结实、很紧的皮筋去连接的，正好勾到这个前方的装饰上。当然了，受限于重甲造型的一个展示呢，其实本体的可动并不强。不过呢，类似这种美系玩具，还是一个以还原造型为主吧。反正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愿意牺牲可动去增加造型的观赏性的。头雕部分。首先，这个小辫儿是一个可拆卸的结构啊，这个装位相对并不是很深，把玩或者是摆放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遗失这个小辫子，还是有点容易掉。发型啊、发丝的精度刻画的，个人觉得都是比较不错的啊。横膜线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而且精度看起来还是很不错。包括这个前端两侧的刘海部分分下来，还有一些自然的这种摆荡的一个动态的效果。面雕部分呢，
呢，就看着是那种比较狠，包括这个刀疤呀，还有面部肌肉，包括这个挑眉的一个动作刻画，让人最欣喜的其实是它是具备一个可动眼的结构，前方这个面雕呢是磁吸吸附的啊，翻过来的话就能看到内部调整可动眼的一个机构。这个设计呢，并非是第一次在1:12这个尺寸的玩具上出现，但是说实话还是非常少的。我的话是第一次体验。调整时注意要用到产品内自带的拨杆啊，前面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小心一点去调整出你想要的一个眼神就可以了。虽然说它这个可动眼很小啊，但是没有把那个眼皮眼眶的地方做得太厚重，让这个眼球和面雕部分有很明显的一个分界啊，这个处理是我觉得不错的。配件部分，首先一个仿皮质的腰包，整体涂装的做釉效果以及皮子的质感呈现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小配件的内部呢是预留了磁铁的，对应这个腰间直接吸附即可。包括于这个武器收纳的剑鞘也是配备了一个磁吸的装置，直接对应这个后背的点位，吸上去就 OK。还得说之前那个魁野啊，是几乎不能把武器搭载在后背上的。这次产品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和改进，而且呢，这个配件连接上之后啊，其实还是有上下可浮动的一个空间。或许你想披着斗篷同时背武器啊，这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啊，是强词。好傻啊，这样别背武器了吧？就展示出这不潇洒了，有点。手型部分额外附带了2对，都是仿造皮质这种手套的效果的啊，纹理呀、握拳呐、开掌之后关节指缝处自然那个褶皱都是有体现出来，皮子的这个涂装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手型的插拔上，这个球关还是比较紧的啊，稍稍用一点力或者拿这个吹风机感化一下啊。法王招牌的武器萨拉曼尼，这个造型刻画的，我个人觉得还是 OK 的啊，因为刀刃做的足够薄，玩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能看到涂装呢，主要还是这种类似金属的质感，中心部分也采用透明件作为呈现。额外也附带了2把分体啊，就能呈现出1分为2掰筷子的经典造型。中心部分也可以通过替换特效键呈现一个动态的效果。最后呢是地台部分，岩石与海浪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动静结合的效果的啊。虽然说并不能直接充当一个支撑，但是作为一个场景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简单体验了一下啊，我觉得这款产品照比于之前的魁野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和进步的啊，包括身形部分、武器的收纳部分、铠甲的穿戴部分，而且呢也有将之前产品优秀的部分完全继承下来。丰富且好看的铠甲雕花，这次呢又有了这个绒毛的加持，不同材质看着质感和层次感都会更强一些。当然了，就还是这个腰部啊，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改进改造一下。配置上，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像武器部分不同的形态。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场景展示，当然最难得呢，还是头部采用了一个可动眼的结构，在类似产品中不能说绝无仅有啊，绝对是凤毛麟角的稀少存在。眼神的调整呢，也并不是一个噱头啊，对于产品本身人物气质的一个展现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然后在这个人物的选择上，瓦王绝对是魔兽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角色，不限于联盟的玩家，我觉得所有魔兽世界的玩家，尤其是战士的玩家，应该都是会对这样一个虚拟的游戏角色有一定的憧憬和仰慕的啊。男人中的男人，比较伟大的一个领袖啊。这次呢，通过一个可动玩具的形式还原出来，我觉得喜欢朋友们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300多的一个售价啊，这样的一个配置上，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期待后续能做出很招牌经典的虚拟游戏形象，将它们呈现成玩具的一个形式带给大家。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希望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